哎，去。应该就是这里了。小心！方小宝，你最近很有长进啊！自创的夜雨占青山怎么样？你最好别被狄飞生看到，我怕他会缠着你比武。没想到这双头凶兽倪天吼，竟是两只山猫困在一起的，才会如此凶残。我们进去看看。这么看来，现在也都明白了。洞里这么多山猫的尸骨，看来凶手暗地里装神弄鬼已有许多年了。这些年失踪的宫女太监们，肯定都是接近了极乐塔的入口，才被凶手灭口的。你想，他刚借山猫杀人，那么一时半刻肯定不会来这里。既然如此，我们现在需要想个办法，找出来他是谁。洞里那些动物的尸骨，是平日里喂给山猫吃的。这内宫森严，每隔几天就送一大批肉来，很难不引起人注意啊。这个假山就建在这个宫墙旁，洞里那扇小门可以通往外宫，所以他可以从外面投食。可即便是外围，那也是有专人看顾的呀。这出入的物资都是有记录的，他是运是偷，都很难得手。所以他可以从一群无法言说的对象嘴里偷食。我知道了，百寿园。没错。走。钱伯，哎，好久不见啊！方家小子，哎呦，许久不见，都长这么大了。哎，小子，你这大晚上来，不会是又想看老虎吧？啊？嗨，下次。我今天来是跟钱伯打听个事儿。钱伯，你这百寿园里喂养野兽的饲肉，可会常常丢失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钱伯放心，我们就是来抓贼的。哦，嗨，若说这丢饲肉啊，我也说不太清楚。几十年前入百寿园时，我只记得每日饲肉耗费半担，它也就足够了。可忽有一日，凭空多耗费了2斤。从那时开始啊，每日饲肉都会少些，逐月递增，一直增到10斤左右。就这么少了7、8年吧，嘿，它又变做了2斤，如此往复，甚是奇怪，就好像有人养起了野兽，从小养到7、8岁时，野兽身死，再从头养起，对吧？啊，对。初时我想要追查此事，旁人还笑我说太过于紧张，无非就是那帮家伙们的胃口啊，忽大忽小而已。这就对了，这小山猫偷运入宫方便，7、8年的时间把它养大，等它快死的时候再运2只进来。这小山猫，这百寿园可不养山猫啊！钱伯，我们说的是案子的事情。对了，钱伯，那这饲肉平时存放在何处？很容易被偷吗？哎，这就是我之所以疑惑为什么没有追查的原因了。这饲肉吧，
平时都会锁在库房里。可这钥匙呢，除了我以外，工部还有备用的。你说这贼人要想长年累月的盗丝肉，他也办不到啊！哎，不好，快走！